他吃牛排必须配12颗豌豆，并且必须摆放整齐，最好的朋友拿走1颗，他就被气得火冒三丈，恨不得杀了对方。而那盘精致的牛排也因豌豆被打乱阵脚，瞬间变得索然无味。他每次上完厕所，还会拿出随身携带的肥皂，在洗手池前疯狂的搓手，非常的用力，非常的仔细，直到把手搓破了皮，流出了血才肯停下。当一切收拾利索，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，他实在不想触碰这肮脏的门把手，他想找张纸巾垫着，可纸巾都被他用来擦了手，最后只能默默地站在一旁，等有人推门进来，他才趁机溜走。你们绝对想不到，这个患有严重强迫症的男人，竟然在1930年拍出了电影史上最杰出的作品《地狱天使》。没错，他就是钢铁侠的原型人物霍华德·休斯，也是好莱坞最败家的富二代。当时为了拍好电影，他一口气买了87架飞机，雇了180名飞行员，35个摄影师，还建了2个私人飞机场，每天在里面忙碌的人员就有2000多。可即便一天花费$25,000，最后拍出来的样片仍旧不能让他满意。从画面上看，飞机明明很快的速度，却显得跟蜗牛一样慢。为什么？因为空中没有对照物啊，所以现在需要云跟飞机做对比。为此，休斯专门请来了气象学家，可教授却说这东西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，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等。为了追求完美，休斯用双倍工资留下了教授。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在足足等了8个月后，终于看到了云。为了不错过机会，休斯亲自坐上飞机指导拍摄，上面的危险程度可想而知。但这些岂会等待一刻？就这样，在休斯的带领下，电影终于杀青了。首映当天，整个洛杉矶围得水泄不通，50万民众都想看看这部花费400万美金、损失了3名飞行员，号称史上最大规模的电影。首映礼上，休斯显得十分不安。虽然影片已经被他看了上百遍，但还是紧张到呼吸急促。直到电影结束，整个影院响起了掌声，他才反应过来，毋庸置疑，他成功了。这部电影最终斩获800万票房，并获得第3届奥斯卡最佳摄影。年仅24岁的他，一夜成为了好莱坞的制片大亨。然而，这只是他的一个小目标，他更大的梦想是在天空之上。1930年，当所有飞机都长一个样的时候，迷恋飞机的休斯根本接受不了，于是他收购了一家航空公司，想要造出一架没有风阻且世上最快的飞机。为了提高速度，休斯拆除了双翼支架，扔掉了所有不必要的零件。为了减少风阻，他还要求工程师将机身上的铆钉全部磨平，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。但在休斯的底下干活，最重要的就是服从。不得不说，手下人个个也是人才，很快完成了任务，磨的那叫一个光滑。就这样，世界上第一架单翼飞机就此诞生。休斯迫不及待地想要测一测速度，工程师提醒道：“千万别想着破纪录，首次试飞危险程度还是很高的，并且为了减轻重量，油箱被设计得很小，最多够你飞行3圈。”休斯嘴上痛快地答应着，但当他坐进机舱，眼神中掩饰不住的兴奋表明，他早已把工程师的话抛之脑后了。飞机开上跑道，收拾好心情，握紧操纵杆，油门给到最大。在空中绕了一圈后，来到测速点，时速545公里每小时。对于首次试飞，这个成绩可以说相当优异了，但距离世界纪录还差一点。休斯再次加大油门，第2次通过测速点，时速高达558公里每小时。休斯十分的激动，他还想再快一点，双手死死地抓紧操纵杆，油门直接轰到了顶端。这次的速度竟然高达566公里每小时，在场的所有人都沸腾了起来。这一刻，休斯改写了飞行记录的历史。可还没高兴2秒，飞机的燃油耗尽，突然不听了使唤，开始急速的向下俯冲。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休斯猛拉操纵杆，展示了一波什么叫天地飞行。当救援队赶到时，休斯悠哉地靠在飞机边，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询问自己飞得多快，第2句话就是我还可以更快。后面的时间里，休斯驾驶着这架飞机仅用4天时间环游了世界，成为了众人眼中最伟大的飞行家。与此同时，他更是收购了环球航空，随后设计了一款万物皆可拉的运输机，休斯给它取名为大力神。如果这架飞机造出来，绝对可以拿到军方的大订单。其实不仅只有大力神，休斯还建造了间谍机，还有超能拉、超能飞的民用巨无霸飞机，甚至开辟出了新的欧洲航线，赚得盆满钵满，成为了当时美国最富有的人。可即便如此，每次新飞机的试飞，休斯依旧是首当其冲。但这次意外却发生了，就在他准备返航时，右侧引擎突然停止转动，飞机不断下坠，紧急迫降条件不足，最终飞机冲进了居民区，在撞毁了一栋又一栋的房屋后，飞机这才减速停了起来。周围不断发生爆炸，满脸鲜血的休斯想要逃出去，可滚烫的玻璃罩根本无法退脱，好不容易用背部撞开，一团火球又迎面袭来，休斯瞬间被点燃。就在绝望之际，一位救世主般的男人冲了过来，休斯这才捡回了一条命，但他的皮肤78%被烧伤，9根肋骨粉碎性骨折，胸腔严重变形，左肺极度萎缩，心脏位移到右胸腔，唯一的奇迹是还活着。但这不是最难受的，
最难受的是，因为这次事故，军方撤销了所有飞机订单，政府也对他们下达了9个月的禁飞令，一下没有了资金供应，仓库里的零件全部成了废铁，天灾人祸，他全享受了一遍。所有人都认为休斯要放弃大力神了，他却只回了一句。简简单单的3个字，让休斯背负了1800万的赤字。现在他还要把航空公司抵押出去，哪怕输上了全部，他也要继续疯狂下去。或许就是这种劲，这种为了达到目的，谁说都不好使的韧劲，让他仅用1年时间就造出了大力神水上飞机。光是一侧的机翼就长达48米，8台发动机同时轰鸣。如果这次试飞成功，他将可以承载500到700人横跨大西洋。这又是改写历史的一刻。试飞员仍旧是休斯，当他坐在驾驶位，握住那冰凉的方向盘时，在焦躁的心情也变得不再波动。这或许就是他最温暖的港湾。随着油门缓缓推进，大力神在滑行了几百米，成功离开海面。You cut out, I believe we are airborne. We are airborne, ladies and gentlemen. I don't believe that Howard Hughes meant this to be. I don't know. And we were really up in the air. We were truly up in the air. 这是一部接近3小时的人物传记片。休斯特立独行，极度偏执，打破常规，在别人眼里他就像个疯子。但历史的车轮总是由那些被称之为疯子的人来推动的。一如既往，3个小时对一部电影来说是很长的时间，而对于这位疯狂的飞行家来说，真的太短了。他的一生比电影还要传奇和精彩。就比如他曾交往的女友就多达164位，其中不乏很多好莱坞传奇女星。更何况片中有很多精彩细节我也都没讲到，所以想要更加了解的话，这部电影真的可以找来看看。